关于这个益生菌的使用呢，最有效的吃法是什么？如果说有关于特殊的后生元类的，那还有这种菌种比较属于综合型的，那你必须在睡前吃。主要原因是额外要特别强调的是2个大原则不要碰到。第一个大原则，你吃益生菌；第二种，如果你有在吃。那这个益生菌它可以跟，比如说我们平常也会吃其他的健康食品啊，是啊，什么综合维他命啊、维生素 C 啊、B 啊、酵素啊、蜂胶啊。益生菌在作用的时候它不适合有在互相干扰。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购买产品的时候要避免踩雷？避免踩雷就是除了看看有没有。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olanda 优姐，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曾义恒营养师。嗨，我是曾义恒，比利哥。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边讨论养生的相关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曾营养师哦，关于这个益生菌的使用呢，我们应该什么时间吃呢？最有效的吃法是什么？应该这样说，如果说有关于特殊的后生元类的，那还有这种菌种比较属于综合型的，它的确是，如果你睡的睡眠不好，情绪不佳，那你必须在睡前吃。主要原因是这种它的机转，就是它会产生所谓的 GABA 啦，这种物质就是有点稳定神经用的，然后还有一些血清素会愉快一点。那么 GABA 够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情绪会比较稳定，在睡眠的时候就比较能够一觉到天亮。OK， 好，那这个就是要在睡前吃哦。那睡前当然肯定就是空腹了，没有那睡前还吃东西吧？不要这样做哦，千万不要这样做。OK，那另外一部分，如果你是发现里面有消化性酵素，你是为了吃东西帮助消化，就是只要肠胃道觉得吃东西丢丢吧，干嘛丢丢，或者觉得胀气有没有？甚至一下生有没有？你有跟加几包，就一包加下去就很棒。OK，那不然就是我说的吃大餐前1包，吃大餐后1包啊，这样这是随餐的啊。但是如果你是要想说，我希望能够让肤色好一点，过敏性的问题减少然后呢免疫力提高一点，不要常常感冒生病 ，OK， 或者是增加一些所谓的肝脏等等的排宿便功能，那就是餐间服用，就是2餐中间的空腹时候服用。OK， 好。额外要特别强调的是，吃这种益生菌有2个大原则不要碰到。第一个大原则，你吃益生菌通常好的产品，它通常吃下去的时候味道不差，不需要去喝大量水啦。一般你会发现都还可以。但是如果喝水的话，不要烫的水，烫嘴的水，不要跟热茶、什么热咖啡会烫口的合在一起。那你是打算让这个菌大部分死掉，然后你吃了浪费钱吗？不要这样做嘛，所以就是不要配合太热的汤喝什么的，就是不要合并，用一般的常温最好，然后也不用喝太多水，就是稍微这样。在吃的那个时候，那吃完之后过一阵子你要喝水，那都不是问题了那第二种，如果你有在吃慢性病药，或者短期有吃药是有抗生素类的，尤其抗生素类的，基本上你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在吃，你就白吃了。所以要怎么做呢？请隔至少1个半小时，不要跟药物混在一起，因为抗生素也是杀菌的嘛。对，而且你可能会让一些其他的药物不止抗生素会效果会不好，或者是加重，就是它的效果会变更强，反而产生了毒性。那所以就是隔1个半小时，大概就这2个大原则，其他就没什么问题。那这个益生菌它可以跟，比如说我们平常也会吃其他的健康食品啊，是啊，什么综合维他命啊、维生素 C 啊、B 啊、酵素啊、蜂胶啊，蜂胶就不好。OK， 益生菌在作用的时候它不适合有胶质在互相干扰。蜂胶不理想。
不要一样隔1个半小时，但是其他的就没关系，什么水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这都还好。还有你刚才说那什么酵素，那个也 OK 啦，也 OK， 都可以一起吃对，那个一起吃没问题的。那刚才你有讲到益生菌它很怕热，对不对？对。那是不是益生菌都要冰在冰箱啊，或者是一定要这好问题，低温的地方，这比较属于加工性的考虑。各位，如果说你的益生菌是粉态的，然后它是一包一包长条的啊，其实我吃的也是这一种啊，长条的，那这个部分不用放冰箱啦，因为通常你注意看当然还是要看一下，假如它的包装是隔光的，就是它看不到里面的，不透光的，那就是好的产品设计，它会让它变成比较休眠的但是如果你吃的是胶囊的，你大概买了就要尽量放冰箱，它的那个可以有效的时间很短通常都不会超过1年。那你只要为了要维持1年内都还有效果，你要放冷藏，但是不是冷冻冷冻就毁了冷冻有冰晶，对，冷藏。那因为它胶囊的话，它跟外界的接触是比较密集的，它不像那个铝箔包的长条那么好会有这样的，所以要看情况，那种就要放冰箱。对。那如果不是那一种的，是粉条的有包装的就不需要，就平常常温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会说啊，益生菌很好啊，我可能自己去买一些什么优酪乳啊。优酪乳或者是优格来吃啊。可是您刚才讲那个菌好像就是通过胃酸胆盐，它要有包埋才有效，才能够定植。对，你刚才第2句话说的也对，但是第1句话的部分我稍微解释一下，所有的发酵型食物都是好食物，我没有说不好，但是你说从这边要得到所谓的益生菌，那你就有一点搞错方向，它比较像后生元，就是益生菌研发的后面的食物对身体不错，可是说真的，你不发现绝大部分这些所谓的后生元，这是好听啦，其实应该说发酵型的食物都只是好吃吗？有的不好吃有的不好吃那还好，我都不敢吃纳豆。有些喝起来小朋友很爱的那些，我就不说了砂糖很高好吗？糖分很甜好吗？OK， 那个你说什么多有效的益生菌，那问题那么甜。OK， 我就觉得有点怪了那优格也是，有些弄得很漂亮、很甜，很多香料。那你知道从里面得到活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种食物都要经过高温杀菌。高温杀菌不是死光了吗？它算是比较属于发酵后的食物。OK， 不善于益生菌。那像什么果冻，有的人说什么这是益生菌果冻这种。对啊，那也很好笑，那是好吃啊。你益生菌加在果冻里也是一种凝结啊，跟我刚才说蜂胶抑制很像，你会让它作用的这个范围和密度上会下降。那你到底要吃果冻还是吃益生菌？我已经搞不太懂。但是这样子的话，你说小朋友才吃啊？那我就不敢说，因为没有吃到等于没用。小朋友打死不吃，那也没用。那你必须要果冻，那也无可厚非啦。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情况，小朋友还可以接受。像我小孩每次把益生菌的粉倒在手上就开始这样沾来吃，像他这样哪有差呀？他也就不用果冻了。对不对？对，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小孩子怕不吃嘛，就把它弄成果冻的样子，可能小孩会觉得比较喜欢。对呀，可是实际上那样的活菌数绝对是，就是活菌少了，我只能这样讲，就是一定少，加工的问题。这果冻它还是要经过热凝结加阿嘎这样，对是要的，哎呀。刚才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益生菌配方怎么去做筛选，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购买产品的时候要避免踩雷呢？避免踩雷就是除了标示要清楚之外，看看有没有认证啊。所以认证我指的是什么？是安全认证因为有些制造产品的过程中不小心也有可能化学物质或者杂菌，有没有？那所以这些都要经过一个认证，比如说有没有含药物。会不会有不肖厂商为了要增加排便顺畅的效果，他就故意加了一些化学的药物？这是必须要考虑的。所以有没有化学物质、药物残留？有没有重金属残留？有没有杂菌？
比如说大肠杆菌，那种杂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那很毒啦。OK，还有前阵我们说过酵素所产生的那种毒性的食物中毒的问题，对，都要这个认证。这些认证，假如他业者有提供，那我们至少确定政府帮我们把关了，这部分就比较没问题。所以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不好的污染源啊，这都有检验报告的，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曾营养师呢为大家分享和解说这个益生菌相关的一些讯息，非常感谢他。谢谢大家，谢谢。喜欢超健康的朋友们，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知道更多健康讯息的，也请关注太阳星的官方 FB， 请持续关注我们超健康的频道。下次见，拜拜。